2023年5月31号晚上8点30分，我们光正团长的第5堂课今天开讲。好，我们来邀请我们光正老师。好，大家晚安。晚很快哈、安。五月份到了尾声，真的很惊喜，有没有？5月31号最后一天，5月底最后一天还来跟大家线上共学，你看看，团长你好，大家非常认真了。那今天就分享最后一个主题哈，也就是童军团模式的活动设计。那我上个礼拜已经有分享有关我自己个人在操作这一块的时候，我的理论跟我的 know how。就是用这个我们有几个指标嘛哈，就是要有一些用团集会原本的模式，然后也有一些体验教育的一些方法哈。那今天我就会多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来跟各位做分享哈。那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一样都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讨论跟共学啊。好，那事实上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学习的如果能够都做到这所谓的寓教于乐，那我相信其实。对教学者而言，对学习者而言，其实都是一种蛮好的状态啊。所以蛮好，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用太急着要学生会什么东西，因为各位都知道学习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每个人对于学什么样的专长跟专才，其实都不一定。好，那特别像这样的一个21世纪的时代啊，资讯又这么的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见得要很紧张或是很强迫性的一定要孩子在这个底里会什么。可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到有一个，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讲滑世代就是一出生就有手机可以滑的这个世代，他们有一种就是无动力的感觉，就是你好像觉得，我都给你这么多刺激了，怎么好像还没有效果？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常常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怎样在这样的21世纪的时代，这么多的资讯，这么多的教学手法，我们还能够做到寓教于乐？那特别在童军团这一块这4个字更重要因为它是自愿性的一个社团或者是说我们讲社会运动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很可能需要我们在每一次的团集或者是营队当中，怎么样把这样的元素融进来所以今天就会讲到这样的一些元素来帮助各位可以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好的 paper 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首先就是这句话，所有的学习呢，都要让学习有感觉。你看到这个图它有一个叫做 layers， 就是上面就是 layers，hours， 然后再到 layers， 什么意思呢？你就把它想象成那个 layers 就是学生比如说我今天。学生进到了这个团体会的现场，他走进来了，他走到这个 hours 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个好的活动设计，让他离开的时候可以把我们脑袋想要给他的，然后带出去到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从他的世界来到我们的教学场合，他离开的时候呢，有不能带走一些我们想要给他的东西？对 ，layers to hours。hours to layers， 如果这个学习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话，那学生他就会很愿意再来这个地方学习所以他有2个比较细致的第一个叫做先体验，就是我不先告诉你，而是让你从体验当中去学习、去理解、去发现、去探究这个体验。后面的定义有可能是老师告诉你，或是有可能是学生自己彼此发现。或是有可能我们请同侪来帮忙所以这个定义就是我们讲认知、情意、技能，有关于这种我们需要给他下一个注解的知识的东西，我们后边来告诉他。所以如果你的营队模式从这样的架构来思考，你就会发现到，如果你的每一堂课从第1节到第2到中间到下午，每一次都是让学生觉得好玩有趣，然后开始探究知识。那个结构就会很清楚那我都是用这个方式在设计我的营队课程的所以我要先让大家看这张图因为这张图对我来讲，从我一开始在带营队不管是营队也好，课程设计也好，我都是用这个方式在让我的课程的来去安排我的课程架构叫做先让学习有感觉好，所以柏拉图有说过这句话嘛你可以了解一个人。透过1个小时的游戏，远多于1年的对话。
哦，比如说很简单，每个人的营队都会玩自我介绍，对不对？那有的人说自我介绍要怎么带，当然团康游戏就很多，各位都可以去参考一些坊间的书籍。但是你会发现到，哎，我带了1个小时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活动，我可能玩这个饼干盒的游戏，可能或者玩大风吹的游戏，啊，不管什么样的游戏，哎，1个小时结束之后，哎，好像彼此有一些增温的，哦，那就不会只是说来大家自己讲话，然后自己写自己的。啊，搞不好我们今天都没有对话啊，1年之后你连团员是谁都不知道哦。所以游戏这件事情其实是人的天性，就像小孩子他一定会喜欢玩游戏，因为他从游戏当中他会去理解很多很抽象的知识，他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他可能会大概知道它什么意思。好，所以这是一个游戏的价值。好，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活动设计者，我们就要来思考这3个游戏的层次。第一个叫做玩游戏好，啊，什么叫玩游戏好呢？就是当我今天有一些知识技能要讲的时候呢，我要去思考，比如说我今天教绳结，有没有什么样的绳结的游戏是可以放进来的？所以玩游戏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在课程的时候引起学生的动机。再来，第2个重点就来了，我要怎么让游戏好玩呢？这就牵涉到教学者你的游戏设计了，到底是要怎么样的铺陈，做怎样的引导，才会让这个游戏看起来很好玩啊？可能需要做一些角色扮演，或者是你可能要设计一下你在带领这个游戏的一个所谓的引导词。第3个叫做玩好游戏，什么意思呢？一个游戏下去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变数，可能学生听不懂规则，或是学生他玩过了，或是有些学生在游戏当中发生冲突了。身为这个活动带领者，你怎么样让这个游戏的规则继续下去，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完成，并且还可以带出一些反思跟引导，来创造这个游戏的价值。这叫做玩好游戏，把这个游戏就把它一个好的游戏把它玩好，让这个游戏变得有价值。所以透过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去思考，游戏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的。现在你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有没有？各位一定很好奇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会看到英文上面写 scanning now 啊，什么意思？就是扫描我啊。那这个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商业公司，他们把他们家的商品的 QR code 做成立体的，然后摆在外面，然后那个游客来来去去一般的路人来来去去就这个是很有趣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等什么？等到那个 QR code 真的成型的时候，他们就会扫一下，然后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广告文宣，但是他用了一个游戏的方法。这游戏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愿意主动的去扫 QR code。如果你只是列一个 QR code， 然后跟大家讲说好康的在这里，请扫描，大家觉得太无聊了，没有新鲜感。反而什么都不讲，然后就会引诱人家来看看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游戏的一种好奇、神秘、新鲜啊，所以不管大人小孩，其实都会对这个，你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天性啊，我们就想，到底什么东西哈，我们就想要了解一下这样啊。所以从这个商业模式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有的活动当中，其实它都是一种互动的。那对于我们教学者来讲，怎么样把这样的互动机制转成我们自己本身的教学？所以创造一个有互动的学习啊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呢，我推荐各位今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当团长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教学工作，这一本书都很棒，叫做《游戏化的实战全书》，也就是它分析了游戏当中的几个元素，比如说游戏当中要有使命就像我们今天都会觉得学生为什么一直沉溺在网络里面，一直玩游戏，因为玩游戏就是有这么多有趣的因素啊！你看他有使命感啊，他的队友跟他讲说要往前打，他就想要往前打啊。过程当中他有一些创造力啊，对不对？他可以变化他的戎装啊，换他的衣服啊，对不对？很多游戏都会有这种功能啊。那如果是这种比较大的游戏，它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啊，对不对？然后有点不确定，然后避免会有风险产生，对不对？然后这个游戏打宝怪啊，打宝物，打怪。对不对？那个宝物等级很难拿到，稀缺性，对不对？然后所有的宝物都在我这边，我有所有权，然后有成就感。所以这个8角框架理论，就是这本书里面，它每一个都非常仔细的在讲
怎么样才是一个所谓的好的游戏？好，他把它分析出这样一个理论。好，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哇，他把整个游戏的概念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如果对于我这个教学者来讲，他就提供了一个我很好去操作游戏设计的架构，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办考验营，那考验营每次都是来这边考验，然后关主说过不过，觉得有点无聊。那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考验跟这个什么定向绑在一起，对不对？去跑关的时候拿到题目，然后题目的时候再来去想办法跟别人凑成一个正确的题目，然后再来解码啊。所以这个解码的历程啊，就会增加一些吸引力，赋予这个游戏啊，这个原本的考验有一些创造性啊，或者是那个团长会增加几个难度特别高的哦，然后鼓励大家可以再挑战更难的哦，这就是什么稀缺性啊？所以对学生来讲，哇，我已经挑战这个很难的，所以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都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活动设计当中。好，那我现在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我最常使用的，就是这个游戏事实上我要谈的是在野外哈的这个丛林里面哈，我们讲一些装备。所以我要用这个游戏谈的是装备准备的重要，就是到底什么装备是重要的。然后我们今天在野外的话，有什么样的求生法则啊，是需要理解的。那我用这个游戏去解装备啊，那什么游戏呢？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做密室脱逃的游戏。好，就是用密室脱逃的方法解开这个密码之后呢，你就得到什么什么装备。好，用这样的模式来引起学生想要解码的这个动机哈，那这就是前情提要啊，就是什么黑暗力量啊，要有装备啊哈，然后呢要赶快离开哈，不然的话哈就是会有很大的危险啊。其实学生都知道，在国中生来讲，他其实还是会被这个买单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好像很好玩哦，所以前面的引导词还是要写一下，你不要就直接卡片发下去的哈。情境很重要，还是要铺陈一下。好，那如果是童军团的话，你甚至可以就是打扮成一些就是我们讲丛林求生的人啊，或者是找谁来做一些角色扮演的哦，那个就会增加我们这个整个活动的有趣性哦。好，那各位来猜猜看，好，来，你看这3只宝可梦啊，你要猜3个数字啊，你猜对了，你就可以拿到医药箱跟手提收音机。好，有没有谁可以猜一下？好，3个宝可梦，有吗？大家可以开麦克风讲讲看，有没有谁想到？3个啊，三个号码。好，我先说一下，号码是0到应该说0到9。0到9。你想一下。好，翁伙伴有想要发言？你的号码是多少？我听不是很清楚。刚好都事先离开了。好。那是8吗？来，我听不清楚他讲话。他可能好，没关系，好。8吗？好，大家猜得到吗？啊，423，子琪说423啊，不对。好，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没有办法让你一直猜下去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讲啊。293也不对，好，然后我提示哈，这个密码没有东西哈，一层都没有东西。来，这个密码哈是颜色，关键字是颜色，也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密室脱逃的游戏都是这样，就是它会有一个逻辑，红色代表1啊，橙黄绿蓝靛紫，所以绿色就是4号，紫色是7号，那红橙是橘色，所以是2号。对啊，子琪很棒啊，答对，是472，所以你刚刚猜对了1号啊，就是类似像这样哈，这个是用颜色去推理的。那你答对了之后呢，你就会拿到医药箱跟手提收音机哈。来，第二关就更难了哈，我就直接跟各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是下面是绿色的一个所谓的英文字母的序列，
上面是数字阿拉伯数字，右上方是蓝色的，所以你要看 BGKF 右上方去推理出 B 对应的是哪一个号码。讲我很会讲的。那个可以麻烦那个欧伙伴可以先把麦克风先关掉啊，如果没有要发言的话，不然会干扰，谢谢。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谢谢谢谢。好，所以呢你会看到 B 是从右边到左边，好，上面的数字是左边到右边，所以去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另外一种解码的方法。好，答对了就会得到打火机跟绿色垃圾袋。好，再来这个是数学题，就是要先解开来，就是李登辉、马英九、蔡英文、陈水扁那个格子的数字，解出这个数字之后呢，再依照国家元首的位置去排列。这个是属于数学题。这一份简报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台南市综合活动辅导团，我们的团员我们一起开发出来的。所以要说明一下这个来源啊，这不是我全部自己个人想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收集资料，然后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收集指北针跟取统计就像这样那这一题就是考空间，就是你要去看说这个红色的圈圈绿色的这个是对应到什么数字等等的，所以这是空间。然后第5题呢是注音符号你就是呢，打的，开是科，把是 b， 所以 b p m f b 是代表1 ，p 代表2，所以呢是 b p m f d t呢是7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个游戏的概念就是透过不同的我们讲多元智慧嘛，空间、视觉、语文表达、人际互动音乐节奏、自然观察逻辑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多元智能，你可以把它转成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很鼓励各位可以去看那一本书，叫做就是那个亚洲体验教育学会有出一本，是那个蔡居哲老师编的，叫做多元智能的活动设计，里面就有很多关于我们讲 Gano 的多元智能怎么去转化成不同的游戏。那我很喜欢看这种游戏书。看了之后怎么把它转成我的活动那这个其实就是各位可以平常在跟团里面的人讨论或备课的时候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好，那重点来了，我的重点还是要教装备嘛，对不对？所以刚刚的5关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解码的历程。那解码的过程就会鼓励学生有更多的讨论，然后会看到一些团队合作的一些机会。讨论完之后的这些装备呢，我们是要让它按照正确的顺序。什么叫正确的顺序呢？因为这个游戏是在讲丛林，所以丛林里面的野外求生有丛林求生的模式。如果今天是在沙漠，那就不一样那主要是让各位知道说，透过这个游戏是要让学生去理解你的装备跟你的环境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今天就要理解在丛林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不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去排出这样的一个顺序。那它的原则，就会有这个所谓的专家排序，就把它排出来，类似像这样，那排出来之后，其实就告诉他说，到底那个原则是什么。比如说1，这个装备是安全跟保温，所以你看到1是大砍刀，对不对？2是打火机，对不对？就以此类推，最不重要的就是指北针，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要有个观念，如果真的在野外迷路了，不要自己轻易的去找路，因为事实上你也找不到路。很多人都以为说教童军会看方位看年轮但事实上到了真正的野外其实这些不能说派不上用场，但是其实风险是蛮高的，因为你第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知道东南西北也没什么用。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够待在那个地方，然后等待救援。因为是以台湾的山的环境来讲，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一些救援的系统，会很快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救援的工作。但最怕就是你明明就迷路了，然后你又自己假装知道路，然后就一开始乱跑，然后人就找不到你。那以台湾的这个习惯来讲，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很多河流都会从上游一直流到下游
所以就会有个本能说，那我们就去找溪流，反正溪流会把我带到下游去。但就这个观念就害死很多人，因为溪流下切溪谷，就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好，所以户外的风险很多，但这是其中一个。好，只是用这个游戏来讲这件事情。那这个游戏不只是讲童军的这个所谓的野外求生的知识，它也可以透过刚刚这个上面这个，你去帮忙关起来。个人排序、团队排序这个东西，我要来讲的是你们小队怎么去合作的。好，像这个各位看到装备排序单，才是我这个游戏的精华，也就是我会请他先在左边，我还没有公布专家排序，我会请他根据这 A 到 J 写下来你的排序。好，医药箱、轻便食物最重要的写1，最不重要写10，你自己先写。写完之后呢，来邀请小队讨论出你们的排序。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有些人的排序都不一样。啊，我光正认为医药箱是2，哎，可能玉成觉得医药箱是4，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那到底怎么去讨论出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标准，就写在团队排序。所以个人是自己，团队是小组共同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把专家排序丢出来，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理解为什么专家这样的思考。然后讲解的过程当中，就是用刚刚这一个原则，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讲认知。讲完之后，接下来回到这一个团队的规则里面，就会让其他个人跟专家相减取绝对值。啊，比如说我医药箱写2，个人排序写2，那2减5取绝对值就是3。那聪明的你一定会思考，个人排序或是团队排序，如果差值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一定是越小越好，对不对？因为你跟专家相减等于0，就代表你就是专家了嘛。所以差值越大，代表你离专家的想法越远，那就表示你在这方面的专业度是低的。那这时候就很明显看到2个很有趣的一个指标哦。有些是个人跟专家的差值非常的低，但是团队跟专家的差值非常的高。这什么意思？就是他自己很厉害，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团队。那有的会相反，是个人非常的烂，可是经过讨论之后呢，哇，团队跟专家的差值非常的低。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游戏它呈现出来的这个是团队的差值跟个人的差值，团队的差值比较低，就代表这个小队或这个小组他们的彼此是有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好，那我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就会去讨论说，你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聆听每个人的意见？好，那我就特别会去问，来，请告诉我，你们这个小队当中谁的个人跟专家差值最低？那他们一定会有人举手，这时候我就会说，所以你这个举手的人就是你们这个小队的专家嘛，因为你是专家最低的嘛。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刚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觉得他的意见是重要的？哦，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了。有的人就会说啊，我刚刚都听他的啊。有的人说，我其实刚刚也没有在听他的，我觉得他的答案不是很重要。好，所以透过这个游戏，其实我要带到的主题就是团队这件事情。好，只是用野外求生的技能来谈团队。你先离开好吧，我要上课，不然等你咳嗽。好，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活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今天只是讲这件事情，或是我今天只是完全带一个游戏来做团队讨论，我觉得好像都有点，怎么讲，没有办法很多元的来玩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要能够去思考每一个活动的串联，事实上是可以突破框架的。A 游戏跟 B 游戏有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结？这个连结可不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新的活动？所以我会用这3个原则：大胆想象、强迫连结、跳出框架，来思考整个活动的设计。所以游戏事实上可以学很多东西，对不对？学做事，学做人，学习如何学习，学习怎么跟人家相处。重点在现在21世纪，对不对？其实很快，要学着去改变。好，那这5个学习就是联合国的5大学习。
啊，5大学习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第2个，叫做时间管理啊。各位看到时间管理就觉得很有趣啊，你会看到我儿子在中间，那个我的老大，那是我老大，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啊，是在我学校的团部。好，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个想法是，我每次在办这个所谓的入团宣誓录影，我都觉得，我表定时间，比如说12点到1点要炊事，然后1点到1点半收拾，我们都会这样写嘛，然后1点半开始跑关嘛。可是每次就是炊事跟收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会很讨厌自己，为什么？你会开始就是很碎念。就是啊，那个谁，赶快整理，时间来不及了，连队长啊，那连队长就会开始找人，然后就觉得我后来做了几次之后，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这样，就是明明童军团是要来学自律的，啊，怎么变得每次带营队我好像保姆一样，啊，在那边管这个管那个，我觉得很累啊，我要上课又要去管这些行政的事情，我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让这一些我们日常我们在营队当中的这种所谓的 routine 的事情，也可以用活动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叫做追赶跑跳碰的活动。哦，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106年的时候那个入团训练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开放让学生进行炊事，就是烹饪这些东西之前，我请他们先去规划时间。好，它看起来就会像这样。我把学长姐找来，请他们去当时间人。然后呢，我有3个关卡，因为那时候其实帐篷还没有搭，所以会有一关就是要拆帐收帐，要搭好的帐篷。这是拆卸完毕哦。那个是第2天他们要收帐篷了，所以时间就是收帐篷之外，他还要去炊事这样哈，所以就有一关要这样做。第2个就是他们要炊事。再来，他们要做全部的清理，所以他们小队要分3组人马，各自做这件事情。然后分完之后呢，这3组人马要讨论出你要花多少时间。那旁边的时间人就会帮他记录啊，比如说我是第1组的公正，而且我是负责拆帐组的，我觉得我们大概要花20分钟。好，那这个志祥伙伴啊，学长就是负责盯我这一个啊。然后就帮我记录上20分钟，好，旁边就是相关的备注这样，所以呢，我就会说好，各组确定好你的时间之后呢，把时间卡交来连队长那边统一保管，然后时间人就会开始进到各组去帮他算时间，所以每一个时间人都会有一个码表，所以其实这个活动其实还蛮，就是说你事前要准备一些器材，好。然后就说好开始，然后他们就开始撒下去，然后时间就跟着他们，从头到尾就跟着他们，紧紧跟着他们，然后他们在炊事在干嘛，就跟着他们，他们的唯一的工作就是计时，然后看他们有没有达到他当初所说的时间。那用这样的概念，其实我后来结束之后，我就回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分配时间的。我们讲时间不是管理有4个象限嘛，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然后我就会用这个他们真实在过程当中的时间表来讨论，刚刚你们有没有确实的去落实你们的时间？那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好处就是，我不用在那边紧迫盯人。你看学生的举手就有反应，他们其实就有感觉，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好像发现到有些真的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要么不是时间规划太长。要不然就是时间规划太短，所以我刚刚不是前面就讲嘛，先体验后定义，也就是让他先去做了之后，你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做这个地方哪里需要改进，哪里需要再做一些增强。好，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透过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然后我发现106年做了之后，107年做，其实后来效果就越来越好，因为学生都知道，然后学长姐会知道说，我们上次做的标准不错哦，然后现在换你们这一届，你们要加油，就是他会传承哦，因为他毕竟入团宣誓营是每年都要办的嘛，所以他就会传承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不用再刻意教，开一堂课，然后跟他讲时间管理的重要，我也不用再刻意设计游戏，当然还是可以，时间管理的游戏还是很多。非常非常的多，大家还是可以去玩。
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营队活动能够用他原本就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结合了一个概念进来，那我觉得鱼帮水，水帮鱼，而且我会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设计会更有效果的让学生知道为什么团长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安排，那也会让我比较不会一直在那边当个保姆这样到处碎碎念哈。所以这是我那时候一起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出来这样一个活动叫时间管理哈。好，再来就是第3个重头戏啊。那这个要非常感谢那时候哈，因为跟那个新营区公所的富士童军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每次要办高级考验，都觉得学生就会觉得啊很热啊，就是考验都在野外啊，你知道现在的学生其实也不太操啦，说实在的，就是你要他很扎实的在高级考验做很多的考验，他们就觉得很无聊，就一直在考，一直在考，一直在考，然后觉得啊怎么考都觉得很累，又很热又很饿那我觉得那如果能够弄一个活动呢，那个概念就跟刚刚一样，如果我可以把原本的这个炊事的时间什么让他们自己想等于说就是放手让他们自己思考，那我就生了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架构，就是我请他们这个部落生挑战其实就是高考营的然后我跟他说15号1点16号3点离营这样然后呢不需要带这些东西，然后你必须要带这个就带这个所谓的通知书。那你会发现一般我们在给通知书就是比如说什么考验通知书，对不对？可是我这是把它写成一个部落生存挑战营，而且就是好像很好玩所以这个光是在做这个通知书，或者是做一些文件的一些设计，就可以有一些巧思就不会只是说只是单纯的只是把那样的一个很硬的东西放进来。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以前大学在带营队的时候的训练会有很大的关系。以前常常参加救国团的活动，比如说像岁寒山友或者去金山参加干部训练，你就看到他们每一次的那个手册都非常的厉害嘛，都想很多包装啊，对不对？就明明就是一个晚会而已，然后什么埃及之夜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出来就是有没有人有共鸣，有共鸣都是有年纪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活动很好玩我们以前参加这种活动就会规划得很用心，对不对？那其实那个概念就这样，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活动包装的设计那这个活动设计就会让学生一开始还没进行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就是规则要成为部落之王要靠小队的力量然后你要谈判，然后或是战斗来取得野外的素材然后都还没有讲规则，就要先讲任务，对不对？就跟电动玩具一样，对不对？要开始打怪了任务就是有这些，对不对？要搭临时避难小屋然后呢要进行烹饪，要搭野外餐桌，然后规定他入夜的时候呢，你们小队呢，你们这个部落要升起小小的萤火那当然你有个人任务就是你要通过野外植物辨识，然后你要用自然素材做滤水器。那胜利的条件就是小组跟个人都完成，然后有筹码，然后奖励就是离营的时候呢会有超豪华食物，以及就是部落生存达人证明书1张。其实那个证明达人证明就是那个什么通过证书嘛但是要给他写这样好。看到这边各位伙伴就觉得这写在冲啥啦？我都还不知道到底考什么，可是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东西在跑，对不对？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还要战斗？还要跟他打架吗？不是吧？当然不是我们童军是爱好和平的嘛，怎么可能会打架，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是用这个情境来说。好，那重点就来了，设法透过谈判交易做决定，是因为这一次的所有营队的所有的必需品全部都要自己赚，那看起来就会像这样。我的设计是，我让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应该是一个小队就分我们讲1到5个部落那你看它的资源就是1号一开始就会有木头跟火柴，2号一开始就会有刀斧锯跟童军绳，3号会有长竹短竹，4号会有火箭炉跟炊事箱，5号会有帆布跟童军棍。
这是他们一开局的时候所有的资源。所以如果你有在玩电动玩具的，或者是你有在玩这种比较属于就是那个就角色扮演的你就会知道这个设计其实跟游戏的机制很像，也就是我们开局不都有所谓的基本的能力吗？然后就开始去战斗啊，去打怪啊，捡宝啊，你的能力值才会慢慢上升啊，对不对？只是我把这个机制放进来考验营里面不止这样我还要规定他们小队的每一个人都要认领一个角色。然后你看到像左边这个酋长、军师、巫师、战士跟杂役都写的好像你在瞎啥那我跟各位解释酋长就是这个小队的领导者，不见得小队长但是是这个活动的领导者他必须要待在这个营区里面去指挥调度。所以左边这个酋长、军师、巫师、战士、杂役，我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要他直接按照他去写，我会请他们各小队派出一个你们这个小队认为最厉害的人，也就是你们觉得有办法撑过这2天，你们可以去谈判拿到资源，去争取资源让你们活下来，你们看看谁有这个本事，然后他们就一定会派出他们小队最强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就会把他当成是酋长因为居帐为卧嘛，指挥调度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酋长选出来了，我就会跟所有的酋长说，恭喜各位，你们成为了这个部落的酋长，但是你们酋长的任务非常的艰巨，所以你们千万不可以离开你的领地。然后这个时候我只要那个话音一落其他的你就会听到那个哀鸿遍野。什么意思呢？我规定就是1、2、3、4、5这些区域里面，你们有自己的一个界限，这是你们部落的区域，酋长就只能够这2天全部待在这个地方，上厕所除外，洗澡除外。所以酋长不可以去拿资源，不可以打怪，不可以去做各种直接的任务。所以酋长唯一的任务就是待在营区里面，去把你其他的人教会。我觉得这个机制非常的重要那时候是发现到很多的童军的小队都是特定的人，做完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旁边的人就是看着他，然后就是搭便车。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那不对，我要怎么样让每个人都可以真的做到事，而且都学会。那你就跟小队长说，你要教小队长说我有教就不会但是因为时间压力，他要自己来。所以我后来发现用这个游戏，他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受制于我这个团长的这个规定，就是不可以离开游戏规定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很多领导者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完蛋了，他怎么办？可是有些人就会很聪明，他就开始去分配任务。所以懂领导的小孩，他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他会非常的吃香，因为他会去分配谁要做什么，谁要做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能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训练他的组织能力这是酋长的事情。那军师就是去谈判，他可以到各个营区去谈判去谈判争取资源。那巫师就是神智会所，其实是营本部啦。巫师就是会来营本部这边来取得一些相关的公告资讯说明等等的那战士就是负责去战斗的，杂役就是专门做，其实就是阿 Q 啦就是做各种的杂事。所以通常一个小队如果8个人，杂役的人数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因为杂役的人就是要来做事情的，但是特定的任务要给特定的人去处理所以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在讲规则就讲蛮久了那学生就会开始在那边到底要怎么做这样那都没关系，会很混乱，可是学生在那个当下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怎么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考验的好，接下来是重点，各位你花点时间看一下，你不觉得很夸张？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童军不是要自己来吗？那我干嘛什么都给你，对不对？所以呢，每个部落开局会有基本的筹码100，我们就买那个筹码100，那个筹码给他筹码，然后他可以去跟部落交换资源。比如说我刚刚前面不是有写吗？1号的木头最多火柴都在那里我如果要生火，我一定要跟1号拿。那1号的木头1捆10根，10块、20块、30块，这是他的喊价。
我们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今天你去买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果农啊，有个什么浮动价格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银本部呢是专门做控制这个什么交易的哈。我不可以让你漫天开价啊！你跟我说木头一根要100块，那真笑对不对？学生一定会这样开嘛，所以我就知道学生有可能会干这种事情，所以我这个财政局呢，就先把物价控制在这个表格当中，所以他去交易的时候，他可以去跟对方谈。那他至于要卖30还是卖10块，还得因到位代志啊。有的其实不是会卖贵，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们互相嘛，你卖我贵，我也是需求啊，我也要跟你拿啊。你卖我那么贵，那我也要很贵的跟你拿，那其实我也没有很划算的，那不如我们来合作嘛。所以有的小队就会采取这种合作的模式那就很好玩所以他们各自去交易，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刚开始1号到5号一定要分开，因为你要做完刚刚一开始的任务，有没有看到没有？搭野外烹饪、避难小屋、餐桌这些全部1号到5号的资源，你全部都要，你不可能落掉哪一个部落不管，所以你一定要去跟别人交涉，一定要跟别人谈判，这是必需品，不然你真的会没饭吃，我也不会给你饭吃这是重点好，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交易的时间就是谁负责就是军师嘛，他是负责交易的嘛，所以军师就是要去谈这些事情，然后到神之会所地方来进行交易所以交易是所有人在这个时间当中来到神之会所为什么我特别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因为我必须要有团长在这个地方去看着这些学生的交易的内容，我大概才会掌握到说，现在这个人这个小组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类别，什么样的属性，因为我之后要做反思引导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说哪一个团体动力，他们有没有真的去把这个游戏规则弄清楚，还是有些就是一直在漫天喊价，然后他其实这个军师本身根本没有为他的团队去思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去知道他们现在目前的进度在哪里。万一他真的东西都没有生不出来，我们就要启动备案总不能让学生饿肚子吧，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人在旁边运筹帷幄，所以不能全部撒下去都不管那其实风险是蛮高的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来做部落的一个资源交易那交易所军师之外呢，你们看到下面有个酋长自画像就是他们要来交易的时候呢，他必须带着酋长的，有点像印信就像我们今天组织不是都会今天要跟人家做什么谈判或者是很重要的交易，都要带就是公司的官访嘛，对不对董事长许可官访嘛类似那个概念我就要请他们酋长画一张自画像来签名所以要带着这个酋长的自画像签名说，这是酋长赋予我交易的权利不然军师自己随便乱讲话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他要回去跟酋长谈，所以这其实会有很多沟通会一直沟通，所以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多了这个机制之后，团长就可以很轻松这是我当初设计这个游戏的用意，就是我想要轻松一点好，再来我们往下走。那巫师呢？巫师的重点是水资源水资源，然后巫师的交易性就是他们要用自然物做一个象征物还有食材，所以刚刚的军事是交易这些我们需要搭建的工程我们讲工具的部分是军师，但是只要是吃的喝的就是生存所需的肚子的就是巫师。那巫师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跟这样买卖但是巫师并没有要跟其他部落交易因为刚刚这边都是部落的资源那到底巫师要跟谁交易呢？就是跟银本部，所以银本部就会在这边贴一张这个所谓的筹码表各位你现在看到这张简报我弄超久的就是我的每一个筹码都有意义的，你去看我的方便面就是左边就是他们的食材，我不给你食谱，你自己煮这是其中一项而已比如方便面、青菜、鸡蛋、肉片罐头、白吐司、红茶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啦，只是那时候我就先简单这样列。我们那时候真的到了活动的现场，其实因为资源还蛮多的，就开了很多的清单这样
有没有看到欢乐惊喜包？那个就是零食，然后付1000块，很贵。刚刚如果你有看规则的话，你知道开局之后多少钱？100嘛，对不对？好，100块。所以你要很努力的去赚，然后才能拿零食。所以通常这个时候你拿的零食，然后就跟人家说来吃零食哦，然后学生就会唾弃你。所以我第一次觉得在营队里面拿零食出来，学生会唾弃是非常好的事情。终于他们不会再一直吃零食，对，因为你会发现常常都这样啊，就是他们正餐都不吃啊，对不对？然后就是宵夜的时候狂吃一堆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用这个方式，他就会因为很贵嘛，他买不起，水也要买，上厕所也要花钱，洗澡也要花钱。重点来了，我这100块而已，我怎么去赚钱？来，刚刚我是不是说个人任务跟小队任务？这个时候酬偿机制就进来了，所以可以看到行动任务酬劳表，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共工、伏羲氏，就是我们来支援的各关的关主，他可能是行役，可能是罗服哦，反正就是负责教的人。以前的做法是关主开关，大家来学，学完之后来验收，然后很累。现在是关主在这个地方，你要自己过来找我学，为什么？我不会担心你不来学，我完全不担心，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学，你到时候就没有地方可以用，你那边可以做，你就看到人家都搭得很好，然后你就完全都做不到，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学，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学习机制。所以我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很多观众都说非常谢谢你设计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很轻松，然后学生就很忙，越忙的话，他学到越多，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讲108课纲之后，市场导向有一个名言叫做老师教的越多，学生学的越少。哎，真的是这样哦，不要教他太多，让他做多一点，他学的比较多啊。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来去设计的。那你们小组只要搭好避难小屋，你就获得50块筹码。那你说我小组做好了，我就50块而已啊？避难小屋一做才50块哦，那我要拿那么多东西，我算哪够？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的脑袋动很快，因为我上面只有说做一做得50块，但我有没有规定你要做只能做一做？没有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做好几个啊。那有没有符合规则？有啊。所以我也要，但是我不讲，我就看谁会发现。所以他如果能够很认真的去理解这个规则，他一定有办法在我的游戏设计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他会活得非常的开心，他会很享受这个感觉。如果他有在动脑，如果没有的学生，他会觉得很累、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干嘛，然后一直被赶，一直被赶，一直被赶，然后又吃不饱，又很热。所以这个营队活动就会充分的看到小孩子在这个真实的场景当中，他的本能是什么样子。好，那再来，我也不是只有小队而已啊，你看我有个人嘛，你只要完成野职编制测验，一次就20个筹码。啊，野职编制测验很简单啊，其实就是那一关，他会秀几张植物图卡，啊，然后你知道那植物叫什么名字，啊，知道一张，啊就通过，啊就20块，好不好赚？超好赚的啊，对不对？好，所以后来有些学生就会知道说，要赶快让很多的人去考，因为他考越多，他就可以赚越多，就可以拿资源去换到更好的东西。所以滤水器也好啊，植物辨识也好，手工也好，就是这个概念啊。那酋长也知道这个酬劳表，所以如果我是酋长，我就会去思考我们的小队谁是很厉害的，他就可以赶快去赚。那不厉害的人，我们还是让他过啊。所以他就请他去教那个不会的，然后他也去考，考过之后拿筹码回来，他有成就感。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机制，让整个小队完全动起来，好，动起来，好。那刚刚不是有个战士吗？战士会更复杂，就是如果我今天发现我的资源不够了，我就要规定我的战士去打仗。好，打仗的方式就是到了原本部来，然后呢，我们要来进行抽签。抽签抽什么签呢？抽的就是我们的童军技能签，他打赢了，他就可以要求报仇。我们有3种报仇方式啊，就是要求我的战败方公开筹码啊。再第二个，你可以索取1/3啊，比如说我今天我的筹码有100块啊，那你就是可以索取100块里面的1/3啊，类似像这样啊。然后
或者是你可以我不要钱啊，我要你的物资啊，所以把你的物资表摊开来去换物资，所以这些都是由学生自己去处理。那你也可以结盟啊，你也可以去跟人家来，就是结盟，然后一起来啊。所以我有一些规则就会写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真的去看。那重点就是他会去抽什么？抽所有童军的技能，比如说绳结，战士就是出来打绳结啊。比如说我就会说，来，现在两方战士要 PK， 好，抽到的是这个八字节，好，打最快八字节又成功的人，就是可以把对方干掉，你就可以要求对方公布筹码，然后这个时候绳结就摆在地上，然后两方战士就位，然后我就会说开始啊，我们开始打。所以其实只是要把技能考验放进来这个游戏机制但是多了这个所谓的战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进来那这是我当天在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讲解的一个过程我要讲这一张那个白板的最重要是最右边的这一个顺序，也就是要跟学生说，今天各位来这边考验也不是来这边觉得好像很累。我们当然有些东西要教，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基本生存要有，所以你一定要搞懂就是所有的规则，然后尽可能的让你的基本的生存要先起来所以你们就要去思考什么东西要先做，帐篷要先搭还是避难小屋要先搭还是什么我们要做，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入夜之后我们的那个天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哪些东西是最需要先被处理的？最复杂的，要不要看天气好的时候先做？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在过程当中需要去思考的，然后再来慢慢去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当你的筹码变多了，你就可以创造生活，你可以吃好吃的东西了，你可以享受一下，好，所以会慢慢的从基本适应、创造到享受。那这个基本生存到适应生活，到创造生活，到享受生活，是我那时候在木章训练的时候，我的一个辅导员讲的一个概念。那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脉络，我觉得对我来讲有非常大的启发，因为确实那时候在木章训练的时候也是很忙，有很多东西要学，然后他就讲这个概念，我就发现到，哎，有道理，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营队一忙起来就是很乱很忙，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有哪些地方还不会，我就要赶快去学。这样会让我自己更舒服一点，然后我可以赶快去教，不会的去问别人，让他也教我。所以我们小队的共学速度如果快，我们整个小队的品质就会提升。所以那时候我就对这个基本适应、创造、享受，我很有感觉。那我就把它融在这次的活动设计里面，也让学生知道说，如果你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你的童军露营的生活，那其实你就会享受童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模式。好，那现在给各位看实际的照片就是你看到左边就是我们营本部各种不同的食材那右边我这边先稍微那个我给各位看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右边是一个 FB 的一个网页等我一下，我先把这个视窗先解除，因为我要来给各位看那个当时的一个影片的画面，等我一下。那个也很好玩，就是我们有请我们都会不定时的请那个辅导员去那边敲边鼓然后创造一些气氛让小朋友觉得就是我们很吵这样那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就是让那个营队的气氛活络一点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视窗，在这个地方。好，我的荧幕画面各位，你有看到有一个 FB 的箭头吗？有看到吗？有。有，好，那我播一下请问这是有声音的吗？
光正团长，这应该要有声音吗？好，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在那个台南的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乌山头的那个露营区，好，因为那地方够荒野，好，我跟你讲这个活动啊，千万不能选一般的学校，对，太不荒野了，没意思哈，你一定要选那个穷山僻壤哈。那我觉得台南的乌树林园区是真的非常非常穷山僻壤，你会看到那个地方还有炊烟呢，还有野地哦，那根本也跑不掉哈。不可能就是下山去买 7 这种事情绝对办不到哈，绝对办不到哈，所以就是要让有一个真实的野外的感觉，然后这个活动就更有意思这样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做的一个影片哈。那你看左边就是我们真实贴出来的一些资讯，好，右边就是它的交易表哈。所以然后结束之后呢，其实不是只有完成而已，我还会带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其实还是要带孩子去理解，我们有没有做到团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有没有一致的价值，过程中有没有频繁的沟通，你跟你的伙伴有没有做出有效的行动。然后对你个人来讲，你会常常觉得很怀疑，说我到底在干嘛，对不对？就是你的doing是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啊？比如说有些学员就说，我就一直很忙啊，一直就是人家叫我干嘛就干嘛。那我就问他，那你有没有 thinking 啊？你有没有去想这件事情接下来要干嘛？那如果你有 doing 了，你有 thinking 了，接下来你就会找到你的 being。什么叫 being？ 就是你存在的价值。原来我在这个小队是有价值的，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原来我可以帮助到别人，原来我这样子教他会了，我有成就感。原来这个同学他不会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那么熟，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思考。那这个小队就会有一个很棒的凝聚力就会产生，好，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这个部落求生营虽然只有，因为必须这样说，这个部落求生营的活动，因为它坦白讲真的比较复杂，而且它需要很多的资源，就是我们过往在办营队都知道会有很多的食材啊，什么什么都要准备，这边也是一样，只是它会比较复杂的是，我们要随时看着学生现在在什么状态。所以他累的会跟一般累的不一样，一般就是好解决完中餐，接下来想晚餐一个一个来。可是这个就是你完全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会很担心说，万一他们都不来打嘞，会不会吃不饱？赶快派个人去看看就是你会不断的在确认到底他们现在怎么了就是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的心其实会一直悬在那个地方去思考。但是其实学生的反应跟他们的回馈都很好，他们觉得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好，所以童军营队可以学什么？创造、行动、受挫、团队跟企划。好，一个营队一定都会学到这5个，只是比例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个好的活动设计，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一个平衡。像受挫力这件事情，也不能让他太受挫，他真的快要不行了，你一定要赶快 support 他，不然让他一直受挫，他就不参加了。他的学习经验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成就感，所以最后我要跟各位用这几张海报来结尾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就是不管是童军营队也好，还是我的教学也好，我都一直把这个海报放在我的心里面，叫做 Knowledge is not equal understanding。我们很多的知识其实是理性的，它在那个地方，可是你知道并不等于你理解，不等于理解。什么叫 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 是我内化这件事情之后，我还可以说出来或是做出来，那才就是真正的 understanding。不然那个知识只是空空的摆在那里而已，它没有用。比如说我会打8字节，可是我如果问你8字节的应用，你能够应用吗？我想不到反正我就知道8字节打出来是这个8，那就是你知道怎么打8字节，那叫 knowledge。可是我今天问你，8字节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你讲不出来，那你就是没有 understanding 如果你告诉我那个攀树的那个可能会需要用到，那个溯溪会用到，可能8字节需要确认两边的绳子的一个受力可以用到，你讲得出来这个绳结的运用，那就是 understanding。所以我们的教学有的时候会比较落在上方，而忽略了下方。但童军营队有个好处是，我们是一个情境的，我们的时间很长，我们有1天、2天甚至3天，我们怎么去包装这件事情，
让这些知识可以透过真实的运用，然后让学生 understanding 他懂了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当中可以放入的环节所以整个的概念就是体验教育学习在讲的，让孩子有一个经验，他去观察 what 发生什么事情的，再来去思考，所以呢 so what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的概念要怎么形成，我要怎么去让我的想法更具系统，再来是 now what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实际的用出来。所以体验教育的学习概念在营队设计当中是非常有效果的。如果今天我用这个脉络来设计我的营队课程，假设我有3天的课程，那我可能第一天我比较大的比例都会放在这个具体的经验这里，让他玩，让他操作，让他觉得很有趣。接下来可能慢慢的把观察跟反思带进来，然后可能最后会让他实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事实上其实各位也可以从自己过往的营队当中去看到，很多的营队其实也是这样的操作的，前面都会讲很多的内容跟讲述，到了后几天开始做实作，开始很多的大量的小组讨论，大量的实作，对不对？概念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这样的学习才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学习的东西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自发互动共好，其实这个概念也是跟这个3W 的提问一样，透过真实经验的回忆，帮助学生经验反思、归纳通则，然后来落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告诉我们，工作技能的最重要就是分析思维。你现在看到1到15项的这一个世界经济论坛，他提出最新的报告，2025年的工作技能没有一项是单一的，全部都是复杂的系统的处理。童军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绝对可以，因为我们童军的活动当中都是跨域、跨科，甚至我们讲的就是跨一个所谓生命或是跨年龄的一个交流，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都一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冲击。那学生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他要能够理解的是，他有没有办法从中去长出一个分析思维，而不是又是一个保姆告诉他，时间到了哦，要煮饭哦，赶快煮一煮，擦一擦，弄干净，赶快。就是我们还是在做这种怎么讲，很碎念的东西。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华人的一种习惯，就是很喜欢去碎念这些东西，也不是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西方国家童军，或是英国这种从英国西方国家长出来的社会的童军运动，他们在带领小队跟设计活动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给予很多孩子很多的空间，因为他知道犯错是可以被允许的，因为他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知道他们会犯什么错，他早就知道这些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他不会允许他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在营队设计的后设，这些东西就会变得更细致的来做安排。就像我刚刚的那个营队一样，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场勘，包含我们要场勘说这个营地到底学生下去之后会不会变成很难处理，那如果学生不行的，我们有没有备案，如果学生崩溃，我们能不能救援，有谁可以帮忙，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并不是说我东西准备好了让我们去玩，不是，我们其实团长们很多都会在旁边 stand by， 那个观察跟观察有分2种，一种是观察学生的状况，一种是观察我什么时候要出手，其实那个都是很微妙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营队当中去朝这个方向来设计的。所以是赢在软实力。好，所以最后我用这个地方来跟结尾，就是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营队里面是让学生的热情被点燃？那你的活动设计的格局，这视野就会决定孩子的格局。也就是如果你的活动设计是有脉络的，有 know how 的，那中间穿插一些活动，那些结构的东西一旦稳了，其实你就一定会有一定的品质。那这是我这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5堂课嘛。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之前的做活动的一个经验，这样。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就是有些可能从第1堂到现在都会有在跟，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这样。好，今天也差不多1个小时，差不多1个小时。好，那待会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在 Q&A。那我先讲到这个地方。好，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谢谢光正老师。好，那各位伙伴，我们来开镜头，大家来一个合影吧，跟光正老师合影。好，大家都开了吗？OK， 那我这边要拍照喽。好，三指里，3、2、1 ，OK， 好。那我们谢谢各位，那超级感谢的光正老师给我们这5堂课都非常的精彩，好，感恩。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